您好，这是静姐说花。这个盒子太好用了，所以今天要重点说一下它。当然不仅仅是说这个盒子，借着这个盒子呢，正好说一下遇到小苗或者蜘蛛比较弱该怎么养。在视频的最后呢，顺便看看那个象耳蝴蝶兰苗和那个中端花梗的。这个盒子平时我就是放在架子的这个位置，给它铺了加热垫，上面有补光灯的余光。之前用这个同样的大盒子还抢救过一颗快要干死的，就是这颗，现在已经从盒子里出来了，移栽到盆里了。目前居住在这个盒子里的是这3个，他们仨为什么住在这里，也就是前世就不多说了，之前的视频里都有，我们只说说今生。这3个当中那片叶子没什么变化，这2个小苗呢都在生长当中，新长了根儿和叶。前不久呢，我又给它们换了个盆儿，下面放了些植料。这2个小苗没有埋在植料里，就只是坐在植料上面。加了植料大概2-3个星期了吧。加植料这个呢，我没有拍，因为也很简单嘛，就是在下面放了点植料。在视频里最后一次露面应该还是没有植料的。我加这些植料的目的主要是想让它们适应一下有植料的环境，再就是希望它根儿生长的方向呢能够规范在一个盆里，日后好上盆。给它们的外部小环境没有变，还是在这个盒子里高湿透气。之前曾经测过，这个盒子里的湿度90%多，跟育苗瓶里的湿度差不多。盒子顶部有窗口，所以是透气的。盒子底部加的水就是自来水，目的就是为了提供湿气。至于说盒子下方使用的加热垫，主要是因为我现在的温度有点低。如果您那儿现在正好是夏季啊，或者是春秋比较温暖的时候，不需要用加热垫。就是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盒子，就可以让小苗啊，或者是身体有点弱的植株恢复生机。我这个盒子当然是购买回来的，原本就是用种子育苗用的盒，所以如果你也想买一个，就想一下家附近什么样的店会卖这些园艺产品，应该会有，或者找个大塑料盒子自己做一个也行。这种大盒子能促进幼苗或者是体弱的植株生长的原理，或者说原因，其实很简单。因为幼小的苗或者是体弱的植株，通常来讲它的吸收功能都比较弱。这类的植株如果放在家养环境的这种普通环境里面，它就有可能吸收不到足够的水分养分，会导致生长困难、缓慢、生病，甚至挂了。而这样一个大盒子，因为可以制造一个高湿的小环境，小苗在这里面呢就可以吸收到相对来说足够的水分养分了，自然也就可以生长了。比如我放到这里面的那2个小苗，放进来之前，那个根儿不是都已经有点开始坏了吗？估计就是在外面空气太干了。放进来之后，慢慢的就恢复生机了，开始长根了，长叶了。把它们放在这里面，我还很省心，比之前在外面要省心多了。我只需要保证盒子里的水一直有就好了。那么一盒子水蒸发掉要很久呢，所以小苗在这里它舒服，我省心。也所以在家养环境下，种植幼苗或者抢救幼苗、抢救弱的苗，就需要重点注意这一点，给它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。这个环境就是温度合适、高湿、透气。通常来讲，有了这个良好的环境，幼苗、弱苗给点时间，慢慢的就会生长了，甚至有点小病也能无药自愈。
当然如果比较严重还是要用点药。之后要做的就是根据情况让他们逐渐的适应外面的世界。这就像是瓶苗不能一直装在瓶子里，最终是要离开瓶子独自生活嘛。不过这个过程不用操之过急，需要考虑几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就是外部环境的温度要合适，所以这个盒里的苗还要在这里待几个月，大概要等到春夏季我才会考虑让它们离开盒子。第二个条件是植株看起来呢要比较强壮，拿出来之后最好能够循序渐进。比方说现在是几乎24小时都在盒子里，这个盖子都是扣着的。将要离开盒子之前呢，先试试每天打开盖子几个小时，慢慢的适应之后再24小时都在外面。这样有个过渡呢，适应起来相对容易一些。但如果拿出来之后感觉它有点不太适应呢，还可以回炉重新回到盒子里，再慢慢的适应。蝴蝶兰植株是可以被驯化的，只是不用操之过急，慢慢来。比方说我给它们加点植料，是看到它们生长还行，看着有点壮，加点植料呢，让它们先慢慢适应一下植料。但一开始没有加植料，那会儿植株比较弱，我怕实施的植料再发个霉啊什么的，植株可能受不了。但即便这会儿我也没有把那些根埋到植料里，这就是根据植株的情况、环境的情况慢慢的来。这2个小苗实际上是我摘早了，心急了。如果我等到下一个春夏季再摘的话，就不会有这些麻烦事儿了。但也好，因此让我们尝试了这个盒子来抢救它的方法。关于这个盒子就说到这儿。想知道这2个小苗被我摘走之后，那个母株现在怎么样了吗？它居然又长了一个高芽儿。这次我肯定不着急早摘，一定要等到这个高芽长得挺大的时候我再摘。在我摘那2个高芽的时候，它还在开着花儿，花谢之后，它居然又长一个高芽，也不知道它咋想的。我们再来看看长了终端花梗的这个，就是红色花的这个，它的花还在开着，当然现在是续花，之前第一波的花谢了。我们再去看那颗象耳蝴蝶兰，这就是我一不小心买回来的象耳蝴蝶兰的小苗，当时买回来的时候还挺小的，叶子很小，结果长得还行，不算太慢。之前我查资料的时候是说象耳蝴蝶兰生长缓慢，个头巨大，所以就因为它个头巨大，我原本是不打算买的，这算是一不小心买回来了。买回来了嘛，就要养着它喽。目前的个头还不算大，关键是我还发现它不算太难养，因为我查到它喜欢光照强一点的环境，也喜欢湿润，所以呢我就把它放在离窗特别近的位置，而且有时间就会经常给它喷喷水。在它的盆的外面呢，我放了接水的套盆，一方面接水，另一方面可以保湿嘛。到这儿今天的内容就结束了，那咱们下期再见。